就这个声音嘛。晚上我翻身啊，或者一起来，哦，就这么大。反正就是咯叽咯叽咯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时候把娃子惊醒一下。嗯。就这个位置应该在响，它里面应该是在摩擦。这个卸下来看看。不管是什么家具的异响，第一步首先是要找到异响的位置，然后再根据位置找出异响的原因。比如视频中的这个上下床，第一次只能大概确定异响来源于这个床角，具体位置还需要不断的尝试寻找。经过几轮尝试，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就是床边和柱子这个位置发出的声音。至于原因吗？就是床边受重力影响向下的时候，来回和柱子相互摩擦造成的。找到了原因和位置，接下来的处理就简单很多了。用工具取出床边和柱子的连接螺丝。为了确保我们寻找位置的准确性，可以试着螺丝不固定，看看床边是否还会响。看来就是你，准备几个防滑脚垫，用这种薄一点的就行，主要起一个缓冲的作用。将垫子垫于床边和柱子接触的地方，这种带背胶的，可以直接粘上去。贴好以后，再用螺丝固定床边，看看整体效果。感觉好像还行，铺上床板再看看效果。问题不大。现在对比刚刚的话好很多了。是。后面就再铺上床垫，再试试看异响情况。并且它有些就是刚刚你这个声音的话，一起身的就有点刺耳，就这个尤其是白天还没那么明显，一到晚上，晚上睡觉很尖锐的这种，那个我知道。要小心，你越小心，它声音越大。哎。你要不再试试，我再听听。这个是正常声音，床的正常声音。对，正常它收缩会有一点点。对，可以啊，搞定。